古法缸里的好搭档，黑壳虾和中华小长臂虾。最近问到黑壳虾的粉丝朋友不少，例如缸里放多少条黑壳虾好，为什么出现死亡等。黑壳虾确实是火山石古法生态缸里的好工具，除藻、除食物残渣、清理底沙表面、清除鱼虾尸体、水草烂叶。有黑壳虾的缸和没有黑壳虾的缸，差别还是非常大的。比如这是黑壳虾放多少被吃多少的锅头缸，水草叶上都是脏东西。黑壳虾的清理效果和数量有关，数量少了，即便每只黑壳虾都很辛勤，效果也并不会好。基本上来看，20厘米左右的小缸，怎么也要有10只以上，才能有一定清洁能力。数量少了，赶不上藻类等增生能力。30厘米左右的缸，数量怎么也要30只以上。50厘米及以上的缸，要几十只、上百只了。但是对于到底多少只合适，还真是挺难说，因为每个缸里的环境都不一样。为了便于操作，东贵先生建议如下：1、10厘米左右的特小缸，建议放5只左右黑壳虾；2、20厘米左右的缸，建议放10只左右；3、30厘米左右的缸，建议放20到30只；4、40厘米的缸放50只左右；5、50厘米及以上1米内的缸，可以放50到200只。注意黑壳虾繁殖容易，入缸后可能很快就会生小虾，这样缸里的黑壳虾很快就会成倍增加。如果还有空余的缸，或者需要拿黑壳虾去喂龟、喂鱼，就可以捞出一些，否则就放在缸里即可，它们不会无限制增加。数量多到一定程度，有些虾就会死掉，最终会维持一个大致数量，动态平衡。虽然黑壳虾不断繁殖，但总数没多少变化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们一直爆缸下去。黑壳虾总体来说饲养非常容易，常见的死亡原因主要有高温、水温超过38度、温差放销未过温、大换水温差等，缺氧、高温缺氧、水质恶坏缺氧、阴雨天缺氧等，跳缸、水草少无躲避，缸里有吃虾的鱼缺氧、水质恶化等，基本上水草植物生长起来，养活繁殖黑壳虾还是非常容易的。黑壳虾经常出现死亡的，东贵先生建议主要从温差和缺氧这2个方面去考虑。无过滤设备的古法生态鱼缸，除了藻类，还有一样东西让人比较头疼，那就是丝藻。黑壳虾除绿藻效果还可以，但对丝藻和发藻就无能为力了。除丝藻需要性格相对凶猛的虾，例如小龙虾除丝藻的效果就特别好，但除其他水草和小鱼虾的效果也很棒。这里东贵先生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除丝藻，性格又温和，对其他鱼虾无害的虾，这就是视频中的中华小长臂虾，又名花腰虾。这种虾也是各地常见原生虾，特点是身体半透明，以腰部为中心，间隔分布黑色条纹，其中腰部那条黑纹最粗，黑眼珠、白触须，爪子也是半透明的，也包括前面的一对细细的虾钳。由于虾钳细小，花腰虾对小鱼虾基本无害，但也正是由于这对虾钳，使得花腰虾可以除丝藻。东贵先生这个缸里的花腰虾是春天缸里有丝藻时放入的，然后缸里的丝藻就慢慢消失了，至今没有再出现。而没有花腰虾的缸里丝藻一直不断，所以东贵先生虽然没有抓到花腰虾吃丝藻的现形，但通过对比确实结果很明显。受丝藻困扰的朋友可以养2只花腰虾看看，但是请注意，花腰虾虽然对小鱼虾无害，能与黑壳虾和平共处，但对水草有一定危害，会吃一些水草嫩芽。东贵先生这个有花腰虾的缸里，牛毛草从来没有长高过，并且能够发现类似修剪的断口，而没有花腰虾的缸里，牛毛草就没有这种现象。建议等水草生长旺盛以后再放入花腰虾，不过在放花腰虾时，注意别把另一种虾和它弄混了，这种虾就是大眼贼，小时候和花腰虾很相似，视频中的就是大眼贼虾，是东贵先生为了除丝藻当成花腰虾放进去的，结果随着它们慢慢生长，才发现它们是大眼贼虾。大眼贼虾又叫长臂虾、爪虾，虾钳粗壮有力，爱捉小鱼虾，是缸里名副其实的杀戮者，无法和黑壳虾共存。缸里一旦混入大眼贼虾，其他小鱼虾的数量就会慢慢减少，直至全都消失不见。大钳子的是大眼贼，是鱼缸里的祸害，不建议放鱼缸里。这种花腰虾、小长臂虾才是对其他鱼虾无害、能除丝藻的虾，千万别搞混淆了。东贵先生制作，谢谢观看。